大家想象一下，在海底100米连续工作数周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？高压、寒冷、黑暗、恐怖，想想就很压抑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从事水下工作的，或者是你们身边的家人、朋友，应该或多或少都会和你们提起过这种行业的高危性。然而，这对于饱和潜水员来说是最稀松平常的事了，因为他们每天都挑战着生理和心理上的极限，从事着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。虽然待遇丰厚，但在海底，一个细微的差错就会要了小命。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起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严重海底事故，全程就像是科幻片一样，潜水员的整个身体都被炸开，死相惨烈。那么，这起毛骨悚然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，又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呢？首先，我们现在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是饱和潜水。一些国家为了进行海上石油和天然气作业，都会在极深的海底建造设备，而饱和潜水员就是受雇于这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，他们负责做深海的建设工作，定期检查和维修海底设备。而饱和潜水其实是一种潜水技术，它涉及在巨大压力下停留很长时间，人体的所有身体组织必须与呼吸混合物当中的氦气或氮气保持平衡。通常来说，潜水员先是离开陆地，然后进入加压的生活区进行适应，再通过潜水中转移到水下栖息地。一旦它们饱和，就将在巨大的压力下呼吸数周的混合气体，直到工作结束才能解压。所以饱和潜水最大的危险是高压环境本身，就连最简单的下降和上升，潜水员都必须十分小心。长期以来，潜水员们需要透支自己的体力，即使到了轮班休息，他们也只能在狭窄的地方眯上一会儿，很快就要再次下降到深渊。而且有的时候一工作就是几个星期，甚至几个月。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工作，饱和潜水员毋庸置疑是一项离死神非常近的工作。而这次潜水事故涉及到的钻井平台就是拜福德海豚号，这是一款半潜式钻井平台，重达3000吨，由100名船员操作，能够在460米深的水域进行钻井活动。1983年的11月5日，拜福德海豚号在位于挪威北海海域的弗里格气田进行钻探，4名潜水员准备作业，他们分别是2个英国人艾德温和罗伊，在减压舱2号室内休息，代号为第1和第2。另外2个是挪威人比约恩和特鲁尔斯，代号为第3和第4，他们正准备进入减压舱1号室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名助手，代号为 T1 和 T2， 分别名叫威廉和马丁。他们是负责平衡压力，以确保潜水中与潜水舱室安全的断开连接。本来按照正确的流程是，潜水中是由潜水员连接到潜水室系统，然后助手稍微增加船箱内的压力，以确保舱口被紧紧密封。随后，潜水员离开潜水中，进入减压舱1号室，关闭他们身后的舱门，在舱口密闭后，确保没有泄漏，然后慢慢减压到1个大气压。最后，助手打开螺丝钳，将潜水中安全的从舱室系统当中分离出来。虽然他们个个经验丰富，但还是有人犯了致命的错误。一般来说，1号室和潜水中之间的通道应该保持密闭，使得通道可以降压至1个大气压。然而，第4在关闭舱门之前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，T1 竟然提前松开了螺丝钳。此时巨大的压力差来袭，舱内的压力瞬间从9个大气压降至1个大气压。空气疯狂地从潜水中的通道里面冲了出来，爆炸性的减压使得4名潜水员都暴露在人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之下，当场死亡。然而，从后备箱里冲出来的空气迫使潜水钟偏离了位置，最终 T1 死亡， T2 重伤。其中第4的死相最为惨烈，他几乎被暴力肢解，尸体4分5裂，许多身体部位散落在钻机甲板上，更多的都直接飘进了海里。根据目击者称，第4的肝脏像是完整的从身体里面解剖出来的一样，它的一部分脊柱还挂在10米远的井架上，骨盆则被分成了3个部分，其中一部分连着小肠。第4的下体还在，但都已经内陷。如果从喉咙往下看，所有的胸腹器官都已经飞了出去。当时压强差为9个大气压，任何阻挡物都暴露在高达25吨力重的空气当中。一旦失去平衡，人体内部的气体就会迅速膨胀，导致爆炸。所以第4面目全非的尸体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，他遭受了无法想象的力量。然而，剩下的3名潜水员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虽然他们不在点压力释放区的附近，能够留一个全尸，但根据第1、第2和第3的尸检显示，他们身体当中的脂肪块堵塞了他们的动脉和静脉，使得这些人体内的蛋白质随着血液的快速沸腾而直接变数和沉淀。据说被发现时，这3名潜水员的大脑里面充满了气体，闻起来就像是煎锅里黄油融化的味道，非常的恐怖。但是时间不能倒流，事故已经发生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
在发生灾难的时候，死者没有遭受任何痛苦就离开了人世。在事故过后，由于 T1 也丧生了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舱门关闭之前就松开螺丝钳。最终，该事故认定为是由人为失误造成的。根据调查人员推测，当时潜水员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，再加上甲板上的噪音，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信息的误传。T1 以为舱门已经关上了，于是松开了螺丝钳。这听上去有理有据，很容易让人接受，但是这遭到了死者家属的强烈反抗。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调查都是为了掩盖真相，于是成立了北海潜水者联盟来调查此事。其实这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在官方事故报告当中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饱和潜水系统本身。尽管挪威石油和天然气监管机构早就提出了意见，但拜福德海豚号并没有安装任何连锁、压力表或者其他安全功能，来避免潜水室在加压时断开的情况。但是事故调查中丝毫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于安全设备不足的问题，所以家属们一致认为公司在刻意掩盖这一故障，从而拒绝给遇难潜水员的家属提供经济赔偿。直到25年之后，也就是2008年，北海潜水者联盟终于成功起诉了挪威政府，双方达成和解，该事故才算尘埃落定。那还记得视频开头问大家的问题吗？海底100米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先不说有多么恐怖吧，海底的压力是否能够遭得住？国外就有人做过类似的模型实验。他们也很好奇，假如深海潜水员的空气软管被切断，那么水和潜水服内部之间就会形成压力差，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灾难？于是实验人员利用骨架做了一个假人模型，又在胸腔内部填满了内脏器官、假血。随后，潜水员模型被放在了海底深处大约91米的地方，看看人肉会受到怎样的挤压。果然，当潜水员模型到达指定的深度后，船上的实验人员切断了空气。很快，潜水员胸腔内部的器官和假血全部都挤进了头盔的部分，活脱脱的就是一场血腥的红色爆炸。所以了解完这些，是不是对饱和潜水员多了一份敬佩？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孤独、最危险的职业了吧？虽然是高薪，但更是高危。然而，即使携带了各种专业的装备，接受过大量的训练，潜入海底，除了可能会遭到各种致命的危险，还有可能会患上一种可怕的病症，那就是减压病。可能有小伙伴有所耳闻，那在这里我就简单科普一下：当潜水员下降到深海时，由于海洋的重量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周围的压力也会增加。这个时候吸入氮气等惰性气体，直到潜水员的组织饱和，同时也意味着这些气体会在人体组织内溶解，达到与呼吸混合物相同的浓度。这会儿压力会有所改变，潜水员必须在上下移动的时候进行调整。但是如果没有做好这一点的话，后果非常可怕。当压力变化过快，就会发生减压病，导致溶解的氮气在组织和血液当中形成气泡，这是一种可能危及到生命的疾病。患者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疼痛、意识模糊、瘫痪，甚至死亡。所以想要安全的深海潜水，不仅要考虑下潜的深度、停留的时间，还要控制好上浮的速度和节奏。自从拜福德海豚号潜水事故发生后，该钻井平台增加了许多安全措施，事故率也明显减少。我想，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，其他钻井平台肯定从中也有所警醒。在极端的环境当中生活工作，总是伴随着危险。试想一下，饱和潜水员一连要工作好几个星期，这即使是坐办公室也让人吃不消啊！更何况是几百米的深海，而且长时间身处高压环境下，不只对人体有着生理上的伤害，心理上更是不容忽视。在阳光无法照射到的海底世界中，只有人造灯光才能帮助他们看清周围的一切。我想，每个饱和潜水员心中也有一束光吧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为了梦想，虽然如履薄冰，但必须坚持下去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假设现在有一份饱和潜水员的工作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会选择它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